现在来到富士山这边啦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是带大家在富士山附近的景点走走看看。我们今天早上的第一个景点就是到这个金鸟居这边拍富士山。我觉得金鸟居这边没有那么好拍照，因为金鸟居太大了，然后富士山很难置中，旁边又有房子挡着，所以我个人觉得好像不用特地跑来金鸟居这边拍照，因为我觉得其他地方拍到的富士山反而会更清楚、更好看。刚刚的那个金鸟居啊，其实是以前的古人他们要爬这个富士山的时候，都会在那边集合其中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再走路走到这个北口浅间神社这边往富士山上爬，所以他那边有很多御师都会住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他们也有称它为御师村。也就是说，刚刚从金鸟居那边，他们会一路走路走到这里，才正式的往富士山上爬。日本这边好像供奉的神，他都会合着，然后在外面拜的，只有在特定的日子才会打开让大家看到。然后后面那边呢就有拜财神，然后这个主殿呢是拜天皇。这家餐厅放筷子的东西，它可以带走留作纪念，然后春夏秋冬都是不同的形状。我们中午吃完午餐之后，就来这个音乐之声，听说里面有很多表演可以看，然后都蛮值得的，所以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咯。我们买好门票啦，成人的话一个人是2000日币，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，就是有折扣1300日币。好美啊！一进园就仿佛身在欧洲一样。2点20分的时候有一个演出，我们想说先提早进去卡位，怕位置不好。我们刚刚看完那个自动乐器跟人声合奏的表演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然后他演奏的歌曲都是以前歌剧的一些歌，然后我觉得是我看过的表演中蛮特别、印象蛮深刻的。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好像可以排这一个行程。这边真的超像欧洲的。现在要去看第二个表演，是音乐配合华沙。
个沙画的表演了，它就是钢琴家跟小提琴家演奏，然后沙画那个就有一个故事，我觉得还算蛮好看的啦。大家有时间的话就可以排这行程，它这边的表演的时间表都蛮顺的，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他们的时间表，再安排你过来这边的时间。那我们在这边大概待1个小时半左右。它这边还有餐厅可以吃午餐，后面那边呢也有卖纪念品的地方。但整个园区大概就是一眼望去就是这样而已，偏小啦其实。我们现在来到河口湖旁看富士山，但我觉得现在富士山没有到早上那么的清楚，有点糊糊的、蒙蒙的，但这里的景真的超漂亮。我们在刚刚旁边那个湖边的商店看到这个富士山的年轮蛋糕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所以决定买一个，好吃再跟大家分享。大家早安，今天也有富士山看啦。这是我们住宿外的风景，超漂亮，每天早上起床就可以看到富士山。早上起来被富士山的风景美醒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吧。第1天来的时候有看到，第2天来的时候也有，第3天没有，第4天今天又看到啦。冷冷的天气，早上来一杯迷你的泡面，超舒服。嗨，我们现在来到今天的第1个景点，它就是一个公园，然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富士山。是富士山，湖边这边还有天鹅，那边还有不知道什么树。到下一个景点了，看天鹅的地方。有鱼耶，真的。大家早安，给大家看今天的富士山。早上起床的时候是没有看到富士山的，是后来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景点，大概11点的时候，现在下车的时候就看到富士山了。所以呢，基本上我们只有1天没有看到富士山，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有看到富士山哦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一个叫西湖的地方，然后它有点类似像合掌村那样厚厚的房子，就待会再给大家看。其实现在是11点多，我们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到这边，然后我们也在超市那边买了便当，待会在这边可以欣赏美景，再吃午餐。今天的富士山跟前几天看的有点不太一样，它上面有一朵云，之前的富士山都没有云，今天的正上方有一朵云。这边就长这样，小小的一个村庄，感觉上是比那个合掌村还要再小一点。这边也是需要买票
才进去的，然后合掌村的话就不用。那个小木屋就是售票口。这次来日本就经常看到长这样的柿子树，好特别，完全没有叶子，然后都挂着柿子。这个就是他们的地图，是真的比合掌村小很多啊，但也蛮有这边的特色。哇，很有氛围感。它这边跟合掌村不一样的是，它这里每一栋都有不同的主题，可以进去参观。我们现在在9号屋这边，它这边有休息的空间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吃东西、休息、看风景。这是我们休息室望出去的风景，也看得到富士山。这边也可以租借和服拍照，蛮有氛围感的。像是这边的4号房子，就是卖一些食物啊、手信这种。然后后面这边呢，6号房子是卖一些纺织品那些，还有酒。5号这边呢，就是给大家参观的。他们这边每一栋房子都有自己的公用，然后呢，也不是每一间房子都可以拍照录影，所以呢，就让大家自己来这边探索。在这边可以租借和服，但是是一定要提前预约的。租借和服的地方就是这个第12间房子。大家早安，给大家看今天最后一天的富士山。